好嘞，我们知道了。这些混混并不知道海童的身份，宁思琪没有傻到告诉他们。海童是战家大少奶奶，说出来了，他给再多的钱，也没有人肯帮他干这件事的。到时候你们收到了我给你们的尾款后，就把我的号码删除了，只要你们按我说的去做，我保管你们不会有事。要是你们敢在外面胡说到休怪我无情了。贾小姐，放心，我们不会乱说的。咱们拿了你的钱就替你消灾，就是一条线上的人。事实上呢，宁思琪连自己真实的姓氏都没有告诉那些混混，他用来联系这些混混的电话号码，等到事成之后，他会把电话卡都扔掉了，而且这张电话卡也不是登记在他的名下。宁思琪挂了电话，想到海童马上就要倒大霉了，他忍不住呵呵的笑。谁叫海童那么喜欢多管闲事，帮着宁云初，就让海童尝尝多管闲事的后果吧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宁思琪连起了笑，问道：谁啊？思琪，是吗？宁思琪这才去开了门，让母亲进来。思琪，妈刚想回房的，听到你在哈哈的笑。什么事这么开心？说来让妈听听也乐呵乐呵。宁太太笑问着。从董家的宴会回来后，宝贝女儿遭了一回罪，这2天心情都不好，她这就心疼。妈，我做了一件事。宁思琪先问着母亲，那个瞎子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怎么了？你又想到什么鬼点子整他了？否则你不会哈哈大笑，妈在你房门口都能听到你的笑声。听说宁云初还没有回来，那宁思琪就没什么好防备的了。宁家别墅是他妈妈当家，所有人都是他妈妈的心腹，没有人会偏帮着宁云初的。他便把傍晚去了宁云初的店里想找茬，却又遇到了海童，并与海童发生了冲突的事告诉了母亲。宁太太听说女儿又和海童起了冲突，眼神在一瞬间变得森冷歹毒无比，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常态，轻斥着女儿，说道：你爸都说了，我们暂时还是得罪不起战少的。战少对那个乡巴佬现在陷得很，你别老是和他起冲突，得罪了他，又要你爸去向人家低头道歉。你爸这么高傲的人，什么时候向人家低过头弯过腰的了？因为咱们母女俩呀，你爸不得已才去赔礼道歉的。虽说我们家的生意不在管城，却也不能轻视战氏集团。丈夫去向战印赔礼道歉后，战印说了句，说宁云初和海童的眼缘，海童有心结交，话里的深意就是警告他们宁家最好别再欺负宁云初，真是一家子的多管闲事啊。宁太太在心里吐槽着战印，也是从那天开始，宁总就出差了，她担心战印会不知不觉间打压他们宁氏，连张氏集团都遭到战氏的打压呢，还是莫名其妙的打压。张氏集团遭到战氏打压的真相，没有人说出去。现在2家集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合作关系，外界的人猜测可能是张氏出了差错，才会被战氏中断了合作关系。张总反复去找战少洽谈，才挽回了2大集团的合作关系。可我就是不惯那个乡巴佬嚣张的样子，他有什么本事嚣张？等到战少讨厌他了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宁思琪撇着嘴说道，不给他一点教训，我咽不下那口气。妈，我花重金请了7名混混，现在跟踪着海童，准备到了没有监控路段的地方就拦他的车，揍他一顿。宁太太脸色一变，急切的道，你去哪里找的人啊？安排妥当吗？别落下把柄了。还有那个乡巴佬听说是练过散打的，让他们千万别大意啊。宁思琪浑不在意的道，我也学过跆拳道呢。有什么用？我连我们家的1名保镖都放不倒。嘿，那是花拳绣腿。宁太太也是姓海的那个是学过散打，有多厉害没听说过，你打电话问问结果怎么样了？结果呢，怎么样了？海童再一次在深夜回家时被人在路上逼停了车，他以为又是海之钦那个混小子，定神了后并没有海之钦，那个混小子被他整治了2次，应该也没有那个胆子了吧。
海童也没有多想，也没有时间多想。那些拦他车的人都不等他下车，就手持铁棍砸他的车。他下车时，同时有2个人挥舞着那铁棍朝他敲打过来，他没有闪避，沉着应对。在一根铁棍敲打过来时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抓住了那铁棍的一端，然后一脚踢出去，踢到对方的肚子上。趁对方吃痛时，他用力地夺过了那根铁棍，回身一挥手就隔开了第2棍敲打而来的铁棍。赤手空拳的话，海童可能不是这几个混混的对手。不过被他夺得一根铁棍后呢，他就淡定多了。持着夺来的那根铁棍，他接二连三地打掉了2、3个人手里的铁棍后，战印安排着暗中跟着保护他的保镖们接手了。他只能拿着那根抢来的铁棍，着2名保镖把这些混混们揍得落花流水，哭爹喊娘的。等到他们全都趴在地上跑不掉的时候，1名保镖打电话报警，1名保镖打电话给战印。海童则是扯下了那些人戴着的口罩以及墨镜，倒都是20、30岁的青年。海童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脸，问着：是谁安排你们来袭击我的呀？那人不说是吧？无妨，到了派出所，你们也要说出来，以为这段路没有监控就拿你们没办法了。大少奶奶、大少爷马上赶过来，我们也报警了。听到保镖称呼海童做大少奶奶，那个被海童拍了拍脸的男人结结巴巴地问着海童：你是什么身份啊？海童好笑地用铁棍戳了戳他的脸，说你们来拦我的车，砸我的车，袭击我，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也不用太害怕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没身份没背景的，只是有个老公护短而已。你老公是谁？海童笑了笑说道：大家都叫他战少。那个混混脸色就急变，首富战家的战少。原来我老公这么出名啊，连小混混都知道他的大名。那几个混混几乎是齐刷刷的脸贴地哀嚎，破口大骂捶地，把贾小姐骂了个万万遍。怪不得会出那么多钱请他们几个对一个年轻的女人下手，原来是战家的大少奶奶。最近管城最火爆的人物就是战家大少奶奶了，连他们这些小混混都听说过的呀，怎么就栽在了战大少奶奶的手里了？那个贾小姐坑死他们了呀！海之亲，倒霉蛋！战大少奶奶，饶命呀！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砸了你的车，我们赔你一辆新车好不好？哎，求求大少奶奶高抬贵手，饶了我们吧！我告诉你，是谁指使我们来砸大少奶奶的车的？是贾小姐，她的电话号码是189XXX，是她给了我们一大笔钱，请我们跟踪你，砸你的车，暴揍你一顿的。保护海童的2名保镖其实已经知道有人跟踪着海童，他们本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个混混收拾了，没想到对方动作快，已经先拦了大少奶奶的车。去年大少奶奶深夜下班回家也被混混们拦截过，结果那些混混全都被大少奶奶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，大少奶奶没伤一根手指头。那些挨打的混混不仅被打得一身痛，还要被拘留15天。贾小姐，海童想了想，确定自己不认识姓贾的人，他站起来，说道：是你跟他联系的吗？他给你们现金还是转账啊？中间人联系我们的，定金给了我们现金，后来贾小姐联系了我们后，就说事成之后转账给我们，就让我们拿到了钱就离开管城，他保证我们不会有事。看来对方也不是很谨慎，一开始让中间人联系这些混混，后面又主动联系，那个人要么就是自大，要么就是年轻，没什么社会经验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海童想到了宁思琪。宁思琪才20岁，相对来说还是很年轻的，他被娇宠惯了，张狂自大都适合他。你现在就打电话给贾小姐，记得录音，你告诉她你们完成任务了，把我的车砸了，把我打得满地找牙了，叫她支付你们的尾款。录音了，有证据了，他就能告那个贾小姐，那让对方支付尾款也是证据。那我们海童手上的铁棍又戳到了那个男人的脸上，
你们现在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，按我说的去做，否则我老公一怒之下报复你们，我就不管了。按我说的去做，我老公发怒的时候，我能拦一拦，不会让他的怒火把你们烧成炭灰的。此刻他们真的是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呀。要是知道他们要打砸的女人是战家大少奶奶，给他们一个天坐胆，他们也不敢呀。哎，还有，怎么没有人传出话去？战家大少奶奶会拳脚功夫的，还很厉害的那种。那个混混还是选择了听海童的话，打电话联系宁思琪。海童让2名保镖扶他起来打电话，毕竟趴在地上说话的时候容易气喘。被母亲催着联系混混的宁思琪忽然接到混混打来的电话，还很开心地对母亲说道：“妈，来电话了，来电话了，肯定是他们完成了我交给他们的任务。”说着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接电话：“贾小姐，我们把那个女人的车子砸了，也把她打了一顿，人被打得昏迷过去了，不过还有气，没有打死。你赶紧把尾款支付了，我们要马上逃离管城。没有打死就行，你先拍个照给我看看，你们是不是真的按我说的去做了？然后我再给你们支付尾款。我们把人打得头破血流后，怕出人命，就赶紧逃了，哪里敢拍照呀？你赶紧的给钱啊，我们得逃命了。确定是我说的那个女人吗？”宁思琪听到海童被打得头破血流，昏迷了过去，没有一点害了人的害怕，反而很兴奋，觉得自己出了一口恶气。谁叫海童多管闲事，居然敢管他宁思琪的事，还害得他爸爸要去站上那里赔礼道歉。是他在管城中学门口开着一间书店的，开的车是国产车，我们从他离开书店后就一路跟着他。绝对不可能弄错人了，那是他没错。行了，我把钱给你们，你们拿了钱赶紧离开管城，也要把我的号码删除，不许跟任何人透露半句话，否则我也保不了你们。不过你们没有拍到相片，万一你们是骗我的钱呢？我先支付尾款的一半钱，等到明天我收到消息，确定那个女人是被打了，我再把余下的一半钱给你们。你他妈的就不能爽快点啊？我们这是犯了罪，你居然还要扣着我们一半钱不给。要不是海童盯着他，不许他乱说，那个混混都要破口大骂了，恨不得顺着无线电波爬过去把宁思琪掐死。我不差钱，也很讲信用，只要明天我收到了消息，一定会支付余下的钱，还会额外多给点。说完，宁思琪就挂了电话，然后用网上银行给对方转了一笔钱。混混收到了钱后，海童示意保镖拿过混混的手机，先是加了混混的微信，然后再用混混的手机把录音发到保镖的手机上。派出所的人很快就会过来，你们这几个坦白从宽吧。好想爆粗口骂贾小姐的祖宗18代呀！海童让保镖点开了录音，他听着录音里的那道女音啊，一下子明白过来，那是什么贾小姐，是宁思琪。哎，他猜得真准，那宁思琪用了假姓，是假的意思。彤彤，战印匆匆赶到，附近的派出所也派了人过来，那辆警车还是跟在战印的专车后面。彤彤，你没事吧？战印接到保镖的电话，立即撇下客户，带着保镖团匆匆赶过来。他下车后几大步就跨到了海童的面前，两手扳住了海童的双肩，视线紧张地巡视着海童身上，确定海童除了头发有点散乱之外，并没有受伤，他才松口气啊。战印，我没事，就是我的车被砸坏了。海童下车时，那些混混已经在砸他的车，他和2名保镖是很快就把这几个混混制服，但也挽救不了他的车子。战印看了一眼被砸过的车，说道：“只要人没事就好，车坏了，咱们再换新的。这是你送给我的车啊，我情人节也给你送了一辆车的，你就开那一辆，这辆送去维修。”海童说道：“我还是喜欢这种牌子的车，低调。”战印直接就说道：“
明天我就带你去买一辆跟这个牌子一样的新车。他不喜欢端着战家大少奶奶这个身份炫富，招摇过市，他都满足他，不管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只要有他站印在，都能满足他。问出来都是谁指使的吗？就站印这句话是问的保镖，是宁思琪。海童答道，在场的人都没有见过宁思琪，他的声音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。但海童跟宁思琪见过2次面，也起了2次冲突，记住了宁思琪那嚣张尖锐的声音。宁思琪并没有结清他和混混们的交易尾款，这件事交给警方处理，警方们也是能轻轻松松的就锁定宁思琪的。宁二小姐，站印脸色一沉，姓宁的是怎么教女儿的？前几天才来赔礼道歉，才过了几天呀，居然请了混混拦路砸车，就像当初的海之亲一样。要不是海童会拳脚功夫，就算有保镖暗中跟着保护，等保镖现身时，海童都被打了。这件事站印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正好呢，派出所的人也来了，一伙人呢那便跟着回派出所做笔录，有录音为证，也有行车记录仪。那几个混混虽然被送到医院去了，却也坐实他们的罪行。海童这个受害者又一次正当防卫。上一次呢，海童的正当防卫让派出所的人印象特别深，那隔了几个月又让他们加深了一次记忆。他们真不是记住海童的身份，而是记住了海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面对几个手持凶器的社会混混时，竟然能镇定自若，并且能在最短的时间扭转乾坤。知道海童是战家大少奶奶后，他们更觉得原来没有2把刷子是坐不上战家大少奶奶这个位置的。有录音为证，又有海童辨听出贾小姐的声音是宁思琪的，知道宁思琪还没有结清与混混交易的尾款。警方连夜前往宁家别墅，把宁思琪请到警察局接受调查。宁思琪手机上还有着与混混那个手机号码的通话记录，那这让他想狡辩都辩不清，也是他过于猖狂，得意忘形，高兴之余呢，忘记删除了被录音的那一次通话记录。那后续的事情，站印夫妻俩都是交给警方处理的。回到家里的站印变成了海童的牛皮糖，他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。海童抱着睡衣准备进浴室，他也跟着啊。站印，站大少爷，你想说什么直说无妨，咱们是夫妻啊，有什么事开门不公的说个清清楚楚的。海童在浴室门口停下来，然后靠在浴室的门身上，好笑地看着站印从做了笔录回来。你就成了我的影子一样，我走哪里你跟到哪里。彤彤，以后带着保镖出门行吗？我安排4个保镖跟着你24个小时轮班，保证你的安全，我也向你保证。除非你遇到了危险，他们才需要向我报告，不会让他们监视你的。虽然你也会点拳脚功夫，万一下次人家请来的人身手了得呢，你会吃大亏的呀。站印想到他被人拦了2次车，第一次他们夫妻俩在冷战期间，他为了瞒住身份，没有第一时间安排人去帮他，等到他想做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小混混们摆平了。今晚是第2次，这一次的混混比海之亲叫来的那些小混混凶狠一点，幸好他安排了保镖暗中保护着他，他才能没事。你不是安排了保镖跟着我吗？我又没有说什么。才2个人啊，我想增加2个人，总要跟你商量商量的。暗处的2名保镖站印不打算动，但明面上也要给海童安排2个人跟着保护他，也能起到震慑的作用。那些想对付海童的人，知道海童出门都带着保镖，就不敢轻举妄动。白天你出门也带着2名保镖或者4名保镖，那些想对付你的人就会有所忌惮，不敢像今晚这样半路拦你的车，砸你的车。海童能默许站印安排2名保镖暗中跟着他，但让他明面上也带着2名到4名保镖，他觉得像是被人监视一样。转念一想，暗中保护他的2名保镖也等于是在监视他。他默了默后，
说道：“好吧，我答应你，2个人就行了，不用带4个人。”也没有几个人会像宁思琪那样冲动没有脑子的。战印见他应允了，松口气，嘴上却说道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现在是很多人极度恨的对象，小心点是好的。我是给你挑了4名保镖的，既然你只肯带着2名保镖，余下那2名，我想了想，要不就安排去姐的早餐店附近看着。宁总夫妻俩都不是善茬，今晚的事，宁思琪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，他这是涉黑行为，要进去吃一段时间免遣返的。那对宠女上天的夫妻俩不会认为他们的女儿理应受惩罚，他们只会怨恨你，觉得是你害了他们的女儿，说不定会找着机会报复你，但你是我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在管城他们未必感动你，动不到你，他们说不定会转移视线，动你最在乎最亲近的人，例如姐姐和洋洋。海童最在乎的就是姐姐和外甥，特别是洋洋，一个2、3岁大的孩子最容易被人下手的了。洋洋要是出了什么事，还是因为海童的原因，海童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自己的。听了战印的分析，海童脸色沉凝，说道：“这件事听你的，虽说陆总请了保安巡街，我姐和洋洋在店里或许比较安全，万一洋洋离开了我姐的身边。”海童没有再说下去。彤彤，你也别有心理压力啊，我们只是预防万一而已。再说了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很多出门都会带着保镖的，哪家里没有几个保镖呢？海童颇为自责的道：“我就是怕您家报复我的时候连累了我姐和洋洋。”但他又不后悔帮了宁云初。宁思琪是太过分了。不会的，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再说了，你姐的店是租了东明的，东明这个当房东的还是很有责任感的，不会让他的租客出问题的。他那半条街的商铺就从来没有出过问题，毕竟陆东明以前是混道上的呀，哪怕他浪子回头了，他在道上依旧认识很多人，没有人敢轻易来他的地盘闹事。陆东明那么喜欢洋洋，谁敢动洋洋？那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？会针对你，敢针对你的人，我想除了您家那对母女外，就只有你老家那些极品亲戚了。我会跟苏南说一声，让他给我安排几个人盯着那2家人，若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告诉我们，也能提前防备一下。战印说完，问着爱妻：“如果时间倒流，你还会再帮宁云初吗？”海童想都没想说道：“会帮他的。那晚上我小飞不帮他，他会死的。”他只是没想到宁思琪那样的无法无天。战印笑啊，就知道他的老婆是个正气十足的人，既然如此，就不必自责吧。你做的事情，君子敬佩，小人记恨。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，也不能受到所有人的喜欢，总会遇到些小人的哈。我们防着点就是，去洗澡吧，很晚了。海童觉得也是，就算他什么都不做，依旧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，想他倒霉的。帮了宁云初，他不后悔，那就不必去纠结，去自责了。至于以后会不会遭到来自宁家的报复，用战印的话说，他们防着点了。想开了，海童进浴室洗澡，战印则回到床上坐下来，打电话给苏南。苏南和沈小军约会刚回到沈家，他本想跟着沈小军进沈家坐坐的，接到了战印打来的电话，沈小军又说夜已深，家人已经睡下，让他回家休息。苏南只能目送着沈小军进屋，同时他接听了战印的来电，还在约会，夜深了，已经送我女朋友回家，这么晚还没睡。战印说道：“我老婆又出事了。”苏南听得眉心一跳，关心地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你们俩是吵架还是打架，亦或是误会，解释不清？你今晚应酬喝了酒，酒后乱性。”战印一脸黑线：“你才酒后乱性呢，我一滴酒都没有喝，滴酒不沾啊。莫总肯放过你。”莫总就是今晚和战印谈生意的客户，我直接跟莫总说了，我老婆不喜欢我喝酒，说我喝了酒，浑身酒味太臭，我要是喝了酒就把我赶到书房去睡，
然后莫总笑我妻管严，就让我以茶代酒了。苏南笑道：战印，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战印了。这样的话你都能跟莫总说，我家彤彤回家的路上被人拦车打砸。苏南来了兴趣，哪个不长眼的？不怕死拦截嫂夫人的车？进医院了吧？战印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哭该笑。我现在就让人帮你调查一下吧。不用了，知道是谁。是谁呀？苏南好奇地问着，吃瓜的本性暴露无遗，发挥着他丰富的想象力。是不是你的爱慕者？战印，你的爱慕者？他没好气的道：是宁家二小姐。苏南很快就知道是哪个宁家了。他说道：宁家二小姐跟嫂夫人犯了大忌吧？宁总亲自找你赔礼道歉，才过了几天呀？他的宝贝女儿又替他得罪你夫妻俩了，抓了吗？报警了，有证有据的，自然把人先抓了起来。苏南，我跟你说这些是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安排几个人，暗中盯着宁总夫妻俩的一举一动。还有彤彤老家那般极品。苏南一点就明，你是担心宁总会暗中报复回来，防着点总是好的呀。宁二是宁总夫妻俩最宠爱的女儿，一向娇惯，她现在被拘了，难保宁总夫妻俩不会想着报复，盯着点也不至于太被动。苏南也觉得好友的话在理，他爽快的道：行，我回去后就给你安排人盯着那两家人的一举一动，让你的人机灵点。宁家那对夫妻不是善茬，战印夫妻俩分析过宁云初的亲爸，有可能是死于阴谋。宁总在这亲弟弟死了后，娶了弟媳妇为妻，他对外说是要替弟弟照顾好妻女，当别人眼下看不出来。宁总和宁太太婚后恩爱得很，没有一点大伯哥娶了弟媳妇的不自然。不少人都在私底下说两个人可能早就有了一腿的，只是呢，别人家的私事，宁家在当年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财力，入不了多少人的眼，大家知道后也就是当成茶余饭后的笑柄，说上几回就没有人放在心上了。现在这宁家成了隐形富豪，家产已经超过了10个亿。那为了让宝贝女儿以后能顺利嫁入管城的老牌顶流豪门，那宁太太开始高调地带着宝贝女儿时常参加宴会，宁家才重回大众的视线之内。当然，宁家在低调，在苏家这样的情报大家的眼里，也如同不穿衣服一样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。就看苏家想不想把宁家的祖宗18代翻个一遍了。不过苏家有强大的信息网，也不可能吃饱了撑着没事去，就去调查宁家怎么样，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查上一查。苏南嗯了一声，说道：放心吧，我派出去的人都是我们家的精英，机灵不说，拳脚功夫也很好的，隐藏的功夫非常到底，让他们去当卧底间谍，都能成为佼佼者。话说，你说宁总会不会做过见不得光的勾当？要不要把宁氏企业在外地的生意都查上一遍？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有空就查上一查。要是真做过见不得光的勾当，正好把他们一窝端了。苏南也是这样想的。两个人交流过后，苏南才结束电话，打算回家后就安排人去调查一下宁氏企业的生意。海童不知道，在他洗澡的时候，他家男人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他从浴室里出来，看到战印在床上坐着，他走过去，很自然地搂着战印的脖子，就把他摁倒在床上。他压着他：老婆，我会很难受的。战印低哑地提醒他的爱妻。海童笑在他的脸上落下细碎的吻，就从他身上翻落在床上，用脚轻踢他一下。去洗澡了，身上有烟味。我没抽烟，别人抽烟熏得你衣服也有了烟草味吧？战印自己闻了闻衣服，没有闻到烟草味，但老婆说他身上有烟草味就有，他只能老老实实的去洗澡，然后换上干爽的衣服。出来时海童早已经梦周公了。战印看着他那张恬静的脸，有时候挺羡慕他的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在吃喝与休息这2件事上，
他都能如常，不会被任何事影响他的吃饭大计跟周公下棋。这样的人想得开，胸襟也广，不会过于纠结某件事，更不会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。一句话就是乐天派，天塌下来当被子盖的。战印俯下身去，在海童的脸上亲了亲，柔声说道：“老婆，做个好梦吧，梦里要有我哦。”海童一觉睡到天大亮，压根儿就没有做梦，也就没有梦到战印。他醒起来的时候，战印又在厨房里准备着早餐。以为老太太不在家，海童穿着睡衣出来，闻到香气后晃进厨房里，自背后抱住了战印，把头脸贴靠在战印的后背上，软软地叫着：“老公！”这撒娇般的口吻，听得战印骨头都要酥软了。战印扭身想拥住他，然后来个早安吻的，却在转身时看到奶奶从阳台上晃回来。老太太恰好也想进厨房，然后就看到了小夫妻亲热的一幕。老太太正想装眼瞎，战印已经叫她了。听到战印叫奶奶，海童连忙松开了战印。看向老太太，有点脸红。阿印，奶奶的老花眼镜呢？奶奶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，年纪大了，没有老花眼镜，看什么都不清楚。老太太边说着边转身走开，嘴里还在自言自语：“我明明放在茶几上的，现在就是找不到。”海童战印，奶奶压根儿就没有戴着老花眼镜过来。奶奶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海童等老太太走开后，小声问着。战印看他穿着睡衣出来，眼神深了深，想起了刚领证那本，他给他开门时就是穿着睡衣。回房里换衣服，只有咱们夫妻俩在家的时候。你可以这样穿，能穿得更性感一点就更好。不过有第三个人在场时，我还是喜欢你穿得严严实实的。海童轻拧一下他的手臂，小声说道：“我这不是以为就咱们在家吗？奶奶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吱一声。还好我刚才没有做出梦浪的动作来，否则呀，丢脸丢到太平洋去了。他的睡衣也很保守的，只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习惯就不穿内衣。”反应过来，海童赶紧两手环胸，我回房里换衣服，就赶紧溜回房里了。战印低笑，在他面前还害什么羞？老夫老妻了。一会儿后，海童从房里出来，看到老太太还在装模作样的翻箱倒柜，找着她根本不存在的老花眼。海童说道：“奶奶找不到就算了。等会儿我带你去重新配一副老花眼镜吧。”也行，那我不找了，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明明是放在这里的，现在就找不到啊，自己长脚跑了。海童笑道：“可能是长了翅膀，变成蝴蝶飞走了。”老太太可惜的道：“我没有看到它变成蝴蝶飞走的样子。”海童被他老人家逗得笑个不停。奶奶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奶奶在你们之前就回来了，昨晚很早睡，都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。海童不太相信，却也没有再说下去。三人用过早餐后，老太太说要去找小区里的其他老太太们聊天，走了。那战印则是送着海童回店里。海童在路上打电话给姐姐：“姐，今天生意怎么样？”“很好，我忙得脚不沾地，幸好梁姨早早过来帮我了。要是天天都这么好生意，我就要请个人帮忙了。梁姨毕竟是妹妹家里的工人，不能一直让梁姨帮忙的。”海玲一开始就不敢请人，是不知道生意如何。肯定会一直很好生意的。海童在姐姐决定做餐饮生意时，就觉得姐姐的早餐店会生意火爆的。彤彤，姐在心，中午闲下来再跟你聊吧。海玲忙得很，连跟妹妹通电话都没时间。那姐先忙，中午姐带着洋洋过来吃饭，我买你们喜欢吃的菜。海玲爽快地答应了，她是该去妹妹那边一趟，说一说跟老家极品打官司要回房产的事。昨晚的事，海童没有在电话里告诉姐姐，免得姐姐担心。海玲挂了电话后，接着忙碌啊。
梁姨帮忙的也是忙得脚不沾地，洋洋没有人照看着。好在小家伙很乖，自己一个人坐在收银台里面玩着积木。周红林推门进来，看到店里的桌子前都坐满了吃早餐的人，有些人已经吃上了，有些人还在边看手机边等着。哎，好一幅生意兴隆的画面呀！他怔了怔，内心说不上的失落。在他内心深处，他是希望海玲做什么都不成，最好像他一样失去收入来源的。洋洋，周红林也就是怔了怔，很快回过神来，看到儿子一个人在收银台里面坐着，他径直朝儿子走去。爸爸，洋洋自己一个人玩是很无聊，但妈妈很忙。妈妈说要赚很多很多的钱给他上学，他要听话，不能老是烦着妈妈。看到爸爸来了，洋洋是前所未有的开心，他伸出双手让周红林抱起了他后，黑溜溜的大眼睛看着爸爸，开心地问道：爸爸，你是来带我去动物园看老虎的吗？上次爸爸说要带他去动物园看老虎，他选择跟着小姨去玩。不过呢，小家伙还记着爸爸说过的话。周红林笑道：爸爸今天没空呢，改天有空再带洋洋去动物园玩好不好？